宵节快到了，你是想吃元宵还是想吃汤圆？不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啦。大家好，我们是懒喵夫妻。我发现好像有挺多小伙伴都不知道，元宵和汤圆在制作方法上是有区别的。不就是南北方叫法上不一样？你知道区别吗？可以在下面评论区里留言。那现在我们就去看看北方的元宵和南方的汤圆在制作上到底有什么不同的。Let's go！ 买元宵最好是去北京传统的点心铺子稻香村。让我们找找元宵的柜台在哪。哦，这是混合的是吗？对，汤圆混合的30块钱20个，，1个，吃几个买几个呗。这玩意儿太大了，这拿8个吧。行，这现在都没有现场摇的了，对，找个现场摇的找不着，太难了是吧？啊，这就是拿着哪个全凭运气，对，来源拿的都是你爱吃的馅儿。只要别是五仁儿。原来我们家就我爸爱吃五仁儿的，那剩下谁都不爱吃五仁儿。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五仁儿的里边是砂糖啊，那个糖吃起来它牙碜。元宵是摇出来的，将沾过水的馅料倒进铺满了糯米粉的笸箩里，通过不断的摇动，让它们裹得越来越厚。中间还要再沾几次水，继续摇，直到它滚成半个拳头那么大，一个合格的元宵才算摇成。然后我们去超市买汤圆，汤圆是包出来的，超市里的汤圆都是流水线生产的，品种越来越丰富。除了传统的豆沙、黑芝麻、巧克力馅之外，最近各种水果味和芝士味的也层出不穷。黄米汤圆以前没吃过，买这个尝尝。这一个，10块9，我找您。来。好啦，现在元宵和汤圆都买回来了。元宵是4种馅儿的混合款，所以具体是什么馅儿完全随机。汤圆我们选了黑芝麻馅儿。这俩看起来外形就不一样。元宵看起来不太圆，坑坑洼洼的。毕竟是摇出来的嘛，不规则很正常。在这里先求大家赏个赞，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哟。那快去煮吧，我馋了。正月15是农历新年后的第1个月圆之夜，正月又被称为元月，夜晚则被称为宵，所以叫元宵节。元宵节期间，除了吃元宵外，还有各种活动，看花灯、猜灯谜、舞龙舞狮、吃小吃。在古代，平时不能出门的女孩子，可以在元宵节时上街看花灯，说不定就被哪家青年才俊看中，上门提亲，结成一对好姻缘。水开煮8到10分钟，汤圆浮起来了，就算煮好了。汤圆和元宵都煮好了，感觉元宵的皮更硬，然后汤圆它更软糯，有弹性。现在我们来尝一尝2个具体在吃起来有什么不同。这个很黏，辣丝儿。先来赌一下这是什么馅儿。沾嘴，这个口感比较硬的，然后里边的馅料也比较干，就是这个样子，它不会往外流，口感也粗糙一些，可以明显吃出里边馅的颗粒感，味道没那么甜。这应该是五仁的。五仁馅儿，可怕的五仁馅儿。我来感受一下。我其实真的不是很喜欢吃这么厚皮的。果然是五仁馅儿，皮有点硬，里边有白糖、芝麻，好像还有点桂花，因为能吃出桂花的甜香味儿。但好像和我记忆里的五仁馅儿不太一样。我小时候吃的五仁馅儿里边那个糖没有这么细，所以吃起来渣渣拉拉的，特别不爱吃五仁馅儿。现在的五仁馅儿好像好吃多了。对啊，比那会儿的好吃些。当然还有就是它很黏，它可以这么粘住，就像土耳其的冰激凌一样。然后我们再来尝一下这个黄米的汤圆儿。我
第一次吃黄米的汤圆，以前就是普通糯米汤圆，也不知道这个黄米汤圆到底好不好吃。跟元宵比起来，显然没有那么黏。里边黑芝麻馅很软很稀，随着勺子的倾斜，里面的馅儿都可以流出来。汤圆在调制馅儿的时候，不知道是为了口感还是为了包起来更方便，它里边是加了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汤里边现在，因为刚才有馅儿撒进去，汤里边就有油花儿，而元宵的这个汤里边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不过黄米的感觉挺软糯的，好像比原来那个白色糯米的那个更软，而且感觉很薄。这个，对啊，然后这个好像就没有像元宵那么黏，它可以整个滑下来，就是因为面没有那么多。把这个都吃了。没有你都吃了。好吃。那么屏幕前的小伙伴，你们更喜欢吃哪一种呢？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让我们看看你是元宵党还是汤圆党吧。现代由于汤圆更容易机械化量产，馅料也更多样化，随时随地都可以在超市买到。我个人就更喜欢吃汤圆。而很多北方人更偏爱元宵，只有在正月15前后才能买得到。我爸爸妈妈就更爱吃元宵，他们觉得元宵的厚皮更筋道。我小时候也只吃过元宵，甚至曾经以为汤圆是南方的称呼。至于现在嘛，我全都要。那么这次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个视频我们将尝试几种不同的汤圆做法，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哦。下个视频见，拜拜。拜拜。